1940年秋季，希特勒到德国海军主港吉尔港视察。希特勒崇尚陆军，向来对海军兴趣不大，而这时有所不同。这时德国已占领法国，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海狮作战计划，下一步德国海军将在英国登陆作战。因此，希特勒突然关心起大型登陆舰的建造，并突然关心起一个他几乎叫不上名的地方，那就是新加坡。希特勒要求日本统一行动，当德军开始在英国登陆作战时，日军也要开始进攻英国在东南亚的属地新加坡，这正中日本的下怀。因为攻占新加坡本来就是日本南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早就想把英国的势力彻底驱除出中国。自从英德宣战后，日本通知英国驻华领事馆，滞留中国的所有英国侨民必须立即离境，英国侨民只得卷起铺盖回国了。这时在英国，张伯伦的那个绥靖内阁已经下台，新任首相是强硬的丘吉尔，但他唯恐德国进攻英国时，日本趁火打劫进攻新加坡，因此对日本也搞了一个远东绥靖政策。当日本海军为阻断中国外援通道，在中国沿海口岸布设水雷，并要求英国立即关闭滇缅公路时，丘吉尔也居然同意了。英国的这次妥协是绥靖政策最后的余波。这时在美国正适逢大选，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时一再向选民强调，美国一定会恪守中立政策。他知道大部分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避免这场远离他们的战争。实际上，罗斯福内心已经看透了日本的扩张政策，他签署了这样一份文件，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财政援助和50架战斗机。这对于中国的抗战和中国空军的恢复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向英国提供战争物资的美国，要求英国重新开放中国的滇缅公路，将已经关闭的缅甸仰光港向中国开放，这样美国的军火在美国东海岸装船，横贯太平洋运送到缅甸仰光，而后用汽车通过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运到重庆，最后运到中国军队手中。运送军火的滇缅公路是要防空的，但中国空军没有恢复，而美国还没有和日本交战，不便派遣空军来华。194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后备役航空官兵可志愿加入中国抗战。美国退役空军中校克莱尔·陈纳德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组成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负责保卫滇缅公路。他们的战斗机头部画着醒目的鲨鱼嘴，规定每击落1架日机奖励500美元。这个航空队被命名为飞虎队。1941年7月26日，日本舰队开始使用越南南部的金兰湾基地，这直接威胁到南洋诸岛。为了给日本一点颜色，罗斯福随即下达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限制美日贸易。这一决策直接影响到日本军工生产，日本几乎没有资源，军工生产的全部资源都依靠进口，尤其倚重于美国进口的石油和废钢铁。美国舆论评论说，美国这一手将逼得日本狗急跳墙。这个预言不幸言中了。日本为维持军工生产，加速推进南进政策，掠夺河属东印度石油和马来亚橡胶，解决自身急需的资源。而唯一让他犹豫的是，南洋属于美国、英国、荷兰的领地，南进就等于向盟国宣战。美国只是中断高辛烷石油对日出口，其他石油照常出口日本，但此举被日本视为仅次于宣战的举动。在这个不生产一滴石油的国家，飞机没有油飞不起来，许多军用飞机被迫停飞，飞行员待在机场无所事事，靠聊天打发时光。海军是日本最大的石油用户，而据日本海军专家预测，如果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日本舰队维持不了1年，各类舰艇就会全部抛锚。此时的日本进退两难，不实施南进政策，侵华战争所需资源不足，而实施南进政策，就要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在日本决策层中的关东军首领东条英机取代近卫成为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力主加快实施南进政策，掠夺南洋诸岛资源，为此不惜对英美开战。他认为，只要先下手歼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日本就可以放手横扫南洋诸岛。1941年11月，日本派驻德国大使莱西作为特使赴美谈判，要求美国解除禁运。莱西的妻子是美国人，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美国国务卿赫尔会见了莱西，赫尔对莱西印象不好，说从他那一丝不乱的头发和胡子来看，
就充满了伪诈，不像是个好东西。赫尔强硬地表示，若让美国解除对日本的贸易禁运，日本必须做到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和警察，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同时要退出与德意的结盟。东条英机得知华盛顿谈判的消息后大发脾气，他认为赫尔所提的条件等于是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日本断然不会放弃中国，出路只有在南洋扩大战争。日本陆军加强两栖作战训练已非一朝一夕，他所选择的地形都是与南洋诸岛近似的水网沼泽地带。在这深秋季节，日军已如箭在弦上，伺机而动。日军与美国开战需经天皇批准，在为此举行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念了他爷爷明治天皇的2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隐晦地表达了对南进政策的反感。但日本军部正加紧筹划南进，南进的目标有一大片，包括英军驻防的新加坡、马来亚，美军驻防的菲律宾，和属东印度及战后的印度尼西亚，还有一个目标是滇缅公路入口，英军驻防的缅甸首都仰光。英美为了遏制日本的南进政策，罗斯福和丘吉尔商议，英国编成以威尔士亲王号为首的强大舰队，从欧洲调至新加坡，美国以演习为名，将太平洋舰队从本土调至夏威夷，意图以此震慑住日本南进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军界人士认为，只要英国在新加坡，美国在菲律宾完成防务部署，日本海军在东南亚的南进将一筹莫展。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大西洋上连续发生2起美国军舰遭到德国潜艇袭击的事件。罗斯福下令在电影院公开放映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时的影片。当美国公众被煽起愤怒的情绪时，罗斯福在白宫紧绷着面孔宣布，今后美国海军只要在海上遭遇德国海军，一律开炮射击。美国与德国尽管还没有宣战，但这时已进入临战状态。美国政府的这一动作也是给日本人看的。罗斯福总统同时命令，在夏威夷演习的美国舰队，演习后就留在夏威夷。这时，英国威尔士亲王号统辖的舰队已经到达新加坡，美英形成了对日本南北夹击之势。1941年11月27日，日本特使莱西在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再次要求美国解除对日本的禁运。罗斯福当面向莱西发出警告，如果日本奉行法西斯主义，最终将导致失败。莱西走后，罗斯福对左右的人说，估计几天后会爆发战争。第二天，美国海军部破译了一封日本的电文，从电文判断，日本已经准备最后铤而走险，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美国军方认为，日本打击的目标首先是新加坡，这个情报马上被送入白宫。罗斯福看后说，如果日本对英国宣战，美国就对日本宣战。罗斯福这番话表明，他始终认为日军主力进攻的矛头，首先是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领地，战争将由于日本进攻南洋诸岛而爆发。但日本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按日军大本营的作战顺序，只有先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打趴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横扫南洋诸岛。本着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制定了奇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计划。1941年11月26日，日本联合舰队从千岛群岛丹冠湾出发，它拥有6艘航空母舰、354架舰载机，在一支庞大的护航舰队的保护下，驶入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其目标是夏威夷群岛中的珍珠港。珍珠港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主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称，日本有可能用航空母舰袭击珍珠港，但这个报告无人理睬。美国军方从总体上低估日本，认为日本舰队充其量只能为南进政策提供海上支援，没有能力实施远距离的航空母舰突击。但日本人却真的来了。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在剑桥上向舰队官兵宣布，突击目标珍珠港，帝国兴衰在此一举，人人务必恪尽职守。12月6日是星期六，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赫尔，时间定于下午1点。这是当时的情景。赫尔早于1点已经来到他的办公室，等待野村的到来。但1点过后，日本使馆告知临时将约见时间稍作推迟。而就在这时，已抵达珍珠港海域的日本舰队派出一架侦察机，侦察机发回电报说，珍珠港无异常动作。
此时按东西半球的时差，在珍珠港是12月7日星期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的突击编队在珍珠港以北230海里海域转入逆风航行，以增加舰载机的离舰速度。数百架飞机的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飞行员给亲属留下富有指甲和头发的遗书，系好千人针吉祥带后进入机舱，舰载机一架接一架的在甲板上滑行，又在舰首腾空而去。第一波次在舰队上空盘旋1周后，在云层上方向珍珠港飞去，时间为凌晨6时。第一攻击波共有183架飞机，它们是49架99式轰炸机、40架97式鱼雷机以及43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它们向南飞行，机身上反射着微微的晨光。第一攻击波出发1小时后，第二攻击波的167架舰载机离舰。日机在飞行途中收到了檀香山广播电台播出的音乐，知道美国海军全然没有察觉。星期日早晨的珍珠港沉浸在静谧之中。7点55分，日军第一攻击波的183架飞机开始攻击，他们首先轰炸珍珠港附近的海军航空兵机场，随即对停泊在港口的舰队进行鱼雷攻击。珍珠港停泊着美军86艘舰只，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0艘，潜艇5艘。刚起床的水兵看见机群扑过来时，还以为是例行演习，等到炸弹、鱼雷、炮弹自天而降时，才如梦初醒。珍珠港刹那间腾起烈焰和浓烟，爆炸声和警报声响成一片。福特岛美军广播站紧急广播：珍珠港遭到袭击，这不是演习。由于美军毫无准备，空袭开始数分钟后，高炮才零星射击。海军航空兵虽然有20几架战斗机起飞，但由于仓促应战，协同很差，不是被零式战斗机击落，就是被自己的高炮误伤。日军第一攻击波突击45分钟后撤离，第二攻击波开始突击，以扩大第一攻击波的战果。第二攻击波的攻击有1个多小时，2个攻击波共炸沉炸伤各型舰只40余艘，其中包括炸沉战列舰5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炸伤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辅助舰5艘，击毁飞机260多架，美军伤亡4500多人，而日本仅损失舰载机29架。但日军这次偷袭的主要目标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却不在港内。即便这样，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电报迅速把珍珠港遭到偷袭的消息发回美国本土，白宫第一个得到消息。白宫像往常一样安静。罗斯福总统特意叮嘱国务卿赫尔，当日本人来时，对他们要冷淡，千万不要发作。下午2点20分，莱西特使和野村大使姗姗来迟，他们走进赫尔办公室，递交了日本的宣战书。赫尔耐着性子说，在我50年的公职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充满虚伪与狡诈的文件。等在白宫的记者也都耐着性子，听完白宫发言人宣读的日本已经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迅速把这个惊人的新闻传播到全美国和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下午4点，罗斯福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军政要员从华盛顿各处匆忙赶到白宫，无所不在的记者挤在门口捕捉消息。他们注意到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愁眉间显出几分恬然，便猜测珍珠港是美国有意甩出去的牺牲品，为的是让日本先下手，从而把沉溺于孤立主义的美国人动员起来。这种看法直到战后仍盛行不衰。这次紧急会议开到深夜，怀有深刻分析的政治派别在这个夜晚团结了起来，共同投入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第二天一大早，华盛顿静悄悄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国会大厦前，在警察部下的警戒线后面安静地等着。中午时分，罗斯福总统驱车来到国会，他发表了10分钟的重要演说。他说，1941年12月7日将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海军蓄谋的突然袭击。我请求国会宣布，由于日本发动了突然的进攻，美国和日本已处于交战状态。最后，他满怀信心地预言，美国人有着无限的决心，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尖利的警报声在美国城市的上空回荡着，它表明太平洋战争骤然降临，投向珍珠港的炸弹把弥漫于美国的孤立主义炸得无影无踪，把一个工业巨人从睡梦中炸醒过来。
从这一天起，美国投入到了为时4年的血与火的太平洋战争之中。这时，日本的海空军占着偷袭珍珠港的先手之力，正疯狂地扩大着战果。珍珠港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日军展开了全面攻势，香港、菲律宾、马来半岛、新加坡、缅甸等英美的地盘全部遭到日本航空兵袭击。英美挽救东南亚的唯一希望，是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为首的英国远东舰队拦截日本的运兵船，不让日军在南洋诸岛顺利登陆。威尔士亲王号在南洋水域搜索日本运兵船，而日本海空军也在同一水域搜索威尔士亲王号。12月10日上午，威尔士亲王号和雀迪号在马来亚关丹港东南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没过多久，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鱼雷机和轰炸机蜂拥而至，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如一群饿狼围住了2头硕壮的狗熊。它们上下翻飞，俯冲轰炸，鱼雷和炸弹把2艘英国战列舰炸得遍体鳞伤。中午时分，雀迪号战列舰沉没，1小时后，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也被击中沉入海中，皇家海军的840名官兵随之葬身海底，其余的2800名官兵被其他舰艇营救到新加坡，而日军仅损失3架飞机。至此，英国派往东南亚的庞大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英国舰队的覆没使英国领地新加坡赫然敞开门户，无遮无拦。日本航空兵开始对新加坡狂轰滥炸。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是东南亚最大的海空交通中心。英国人用了几十年时间，把这里建成大英帝国海外主要海军基地之一。它的守军共达10余万人，其中多数是印度、澳大利亚和当地马来亚部队。英国以为新加坡要塞固若金汤，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它的致命伤。作为海军基地，新加坡的全部火炮是面对大海的，而它的背后及与马来半岛相接的部分却没有防务。日军正是钻的这个空子，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日军在泰国登陆，而后从泰国入侵马来亚。7万日军骑着自行车击溃印度兵的层层拦截，穿越孽障丛生的林莽，向数百公里外的新加坡挺进。有的二战史专家将它称为自行车闪电战。直到这时，英国人才明白，日本人不会从海上进攻新加坡，而是从陆地直捣新加坡最虚弱的背后。日军在山峦重叠、河流交错的马来半岛边走边打，像风一样卷过热带莽原，丛林中到处是炮战。日军的山炮和英军的野战炮在攻防中不断转移阵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指挥这支日军的是山下奉文，他后来被称为马来亚老虎。山下奉文指挥部队仅用7周，就从泰国打到马来半岛的南端，隔着柔佛海峡与新加坡城隔海相望，而途中阵亡不到2000人。新加坡的英联邦部队将近14万人，比进犯日军多1倍，但他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制空权，任由日本航空兵在他们头顶上狂轰滥炸。1942年2月上旬，日军趁柔佛海峡水位最低时闯过海峡，攻入新加坡市区，在日军控制了水库、切断淡水供应后，英联邦守军投降了。新加坡之战，日军伤亡不足1万人，而英联邦守军和当地居民死亡10几万人，幸存的13万英联邦部队全部被俘。这是英军战史上所遭受的最羞痛的失败，也是被俘人数最多的一次。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成为2战爆发后英军第一个被俘的将军。这是英军将领前往参加迁降仪式时的情景。紧接着，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4月9日，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7万多人被俘。5月初，驻守戈里西绿岛的美菲联军共有1万多人向日军投降。至此，日军占领了整个菲律宾群岛。日军从泰国入侵马来亚和新加坡，也从泰国进攻缅甸。1942年1月，日军2个师团从泰国向缅甸南部的毛淡棉发动进攻，占领毛淡棉后，急速向仰光推进。英国在缅甸的守军有2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印度兵、缅甸兵和来自尼泊尔的库尔喀士兵。库尔喀士兵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英国原以为日本不会进攻资源贫乏的缅甸，但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的动向看得更为清楚。仰光是美国援华军火的入口，日军非打不可。蒋介石要求英军派3个军的兵力进入缅甸，保卫中缅公路，
英军却迟迟不同意。直到进展神速的日军越过仰光东南的萨尔温江，直逼缅甸首都的时候，英军才仓促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一切为时已晚，防守仰光的英军和匆匆赶到的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合围，几乎丧失抵抗能力，以至于日军渡过萨尔温江时是淌着水消消停停过的河。英军在撤退中自己烧毁了任安羌油田设施，并丢弃大部分重装备，钻入孽障丛生的亚热带雨林，向印度溃退。在日军一路追击下，被打散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回撤到中国境内，另一部随英军向印度撤退。英军这次撤退全程在1500公里以上，是英军战史上路途最长的撤退行动，途中有14000名官兵死亡。更悲惨的是，据来自英国的统计数字，随英军撤退的难民在途中死亡达75万人。这时在南洋诸岛，日军攻占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后，又攻占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俘获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组成的盟军人员9万多人，夺取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1942年3月，日军攻陷仰光，阻断了中缅公路的入口，中国的外援通道完全被堵死。至此，凭借偷袭珍珠港，日本的南进政策大功告成，不仅资源问题全部解决，而且形成独霸太平洋之势。美国的历史很短，很多在别的国家屡见不鲜的事情，在美国都是第一次发生。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历史耻辱。继珍珠港之后，日军把分散在太平洋上的美军赶下了大海，这是历史给予美国的最难熬的片刻。在这个时刻，怒气冲冲的美国人干了件有悖于国家传统的事情，他们把怒气撒到了日本侨民身上。自20世纪初期，日本人就大量移居美国。20年代，美国颁布了援济法，禁止亚洲人移居美国，但这项法案堵不住口子，日本移民仍然一批接一批的在美国西海岸登陆。在任何国家，侨民都是孤立无援的人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侨民成为美国人现成的撒气筒。美国政府出于直觉认为他们不太可靠，潜伏着大量奸细。为了防止他们有所动作，美国政府下令把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日本侨民通通迁到中部，关进围着铁丝网的营地。这种营地固然与纳粹集中营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是集中营。谁都知道，把一群群的日本血统的男女妇孺关起来与真正的战争是两码事，它远远解不了美国人的心头之恨。怒火中烧的美国人需要的是出击，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飞临日本的上空，把同样的炸弹扔到日本人头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在敦促美国军方拿出报复日本的办法。他认为震慑敌人、恢复士气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出动飞机轰炸日本东京。但是美国当时续航能力最大的轰炸机，也无法从其最前沿的夏威夷基地飞临日本的海岸线，更不要说返回了。直到1942年1月，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金上将才制定出用航空母舰把陆军重型轰炸机再运到距日本最近的海面去执行轰炸日本的方案。经过反复斟酌比较，最后确定使用陆军航空队双引擎 B-25 中型轰炸机做单程飞行，轰炸东京后飞抵中国的机场降落，而飞行员则由当年飞行速度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杜立特上校率领。按照这个计划， B-25 轰炸机进行了全面的改装，主要是拆掉自卫机枪，增设了油箱。这个行动分队由24架 B-25 组成，美军24个机组花了1个月的时间演练短程起飞，也就是说，训练从航母的甲板上起飞。4月2日执行任务的飞机从航空军基地直飞旧金山海军港口。杜立特中队的 B-25 开始往大黄蜂号航母上吊装。由于陆基轰炸机机翼不能折叠，不能下到军舰底舱，只能排列在甲板上，所以只有16架飞机装上了航母。第二天，美军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 B-25 轰炸机和杜立特机组人员，在1艘重型洋舰和5艘轻巡洋舰的护卫下驶向日本海。这支舰队在太平洋上曲曲折折航行了15天，按计划应于18日下午舰载机从日本本土以东约500海里的海域起飞。4月18日上午，这支舰队航行到日本本土以东约700海里时，被日本军界船日本丸号发现，
美护航舰当即将它击沉，但美舰同时接收到了它发往日本的报警电报。日本海岸的警戒网通过日本丸号的电报，已知日本海域内有一支美国舰队，但距离这支舰队最近的日本海军军舰还远在700海里之外。美舰队在当天受到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让日本人有所准备，空袭东京将不可能达到突然性。美机进攻时将可能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拦截，轰炸东京的行动就有可能流产。情况的突然变化使杜立特在甲板上焦躁地走来走去。随行的海军记者拍摄下了杜立特及其队员在这种特殊时刻的情景。按照原计划，轰炸东京时是夜袭，如果这时起飞，轰炸东京将在白天进行。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将给空袭带来很大的困难。原计划经过详细计算，在距离日本500海里处，飞机离舰轰炸东京后，其油料上够飞往预定降落地点中国的南昌机场。但此时杜立特中队的全体队员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已经将个人安危抛在身后。他们要求立即起飞，首先保证轰炸东京的成功。杜立特最后挥了一下手说：“伙计们，就这么干吧。”这场空袭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此时距日本本土尚有668海里，也就是说飞机提早了168海里起飞，这注定他们将不可能飞到中国境内预定的降落地点，而只能在中国华北和华东的日本占领区迫降，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从下午7点25分起，16架飞机升空，共用了整整1个小时。8点24分，最后一架飞机离舰。由于考虑到油料问题，他们升空后没有编队，而是起飞一架就直接向目标东京飞去。美机飞抵日本东京上空时，东京正在进行防空演习。为了演习更逼真，日本人用日本飞机充当假设的敌机飞在天空。就在看热闹的老百姓正翘首望着天空的时候，演习的人员煞有其事地点燃烟雾弹，制造飞机头弹爆炸后硝烟弥漫的气氛的时候，就在学生们跑出课堂嬉笑着跑进防空洞的时候，就在防空值班人员有模有样地戴着防毒面具，大叫着飞机来了的时候，当民间组成的消防自卫队正在扑灭几堆自己点燃的火堆，进行消防演习的时候，这时美机恰好来了，东京遭到了轰炸。这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轰炸。东京市民发现了飞机真的投下了炸弹，才如梦初醒，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晴空霹雳吓得目瞪口呆。由于杜立特中队的飞机是起飞一架飞走一架，所以进入东京上空的时间也是前前后后，而且飞来的方向也是四面八方，这让日本人完全弄不清到底来了多少飞机。这一天恰好是周末，街上又挤满了人，数百座建筑转眼间燃起了冲天大火，人们惊恐地四散奔逃，东京陷入一片混乱。成功轰炸东京后，杜立特中队迅速飞往中国。由于油料不足，16架飞机各自燃完了最后一滴燃油后，在中国浙江沿海一带弃机跳伞或迫降。万幸的是，美军飞行员中大部分被当地老百姓自发地救助了，有的穿越前线，把他们护送到国民党军队手中，有的把他们交给共产党游击队转至延安。历时1年后，这些幸存者在中国重庆会合，由中国政府移交给美国史迪威将军。80名美国飞行员中有8人被日军俘虏，这是他们被押到东京时的情景。其中2人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下令立即执行，1人死在狱中，其余5人一直关押到美军解放日本。东京被炸的消息震动了全日本，他们不能理解美国飞机怎么会飞到东京的上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罗斯福曾秘密地回答记者，他们是从香格里拉来的。美国的这次空袭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了一层阴影，就是战争随时会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